被世人确定战斗力不输四皇，拥有凌驾于海军大将的霸气，能砍掉赏金30亿海贼的左臂。2次下的黄猿乖乖举起双手投降，他就是海贼王中最聪明的男人。红发海贼团的副船长本贝克曼，战斗力能匹敌最强剑豪鹰眼米霍克。当年红发海贼团盘踞在东海，整天泡在马奇诺的酒吧戏弄路飞。香克斯被山贼王西格羞辱，却没有还手战斗。路飞对这种无能行为异常愤怒，一个人找到西格讨要说法，脑袋却被对方踩在脚下。香克斯在此刻带着红发海贼团赶到，面对一群不知死活的山贼小杂兵，本贝克曼让同伴们不要动手，一个人将对方全部干倒，很装逼的来了一句：想打架得开艘军舰过来。后来香克斯为了救路飞，被近海之王咬掉一条胳膊，按理说他的战斗力会有所下降，却在6年前成为最年轻的海上皇帝。其中最大的功臣就是副船长本贝克曼，据说他也拥有堪比四皇的战斗力。通过本贝克曼的生命卡，我们可以知道，他对3种霸气的修炼远远超过了海军大将，即便是所谓的四皇和七武海们，也对本贝克曼的战斗力非常忌惮。难道说他对抗最强剑豪鹰眼也有一战之力吗？2年前红发海贼团去马林范多救路飞，本贝克曼第一时间来到黄猿身边，用枪指着他的脑袋，让海军的最高战力举手投降。面对世界最强男人都很不屑的黄猿，能对本贝克曼如此畏惧，也是认定战斗力不如对方。后来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黄猿企图对普通百姓出手，又遭到本贝克曼用枪指着脑袋，结果依旧是乖乖举起双手放弃战斗。能2次喝退大将黄猿，绝对拥有四皇级别的战斗力。在和之国联手罗击败四皇大妈，基德的赏金也涨到30亿贝利。来到艾尔巴夫冒险，再次遇到红发海贼团。从垃圾路与本贝克曼的对话可以确定，当年砍掉基德左臂的人并不是香克斯，而是红发海贼团的副船长本贝克曼。能打残赏金30亿的基德，也再次证明了本贝克曼很强。基德海贼团见到仇人表现得异常兴奋，船长基德立马开启电磁大炮攻击。香克斯用见闻色预见未来，探查到附属海贼团会遭殃，一个人立马朝着基德海贼团冲了过去。本贝克曼却很淡定地说：难道是看到了不得了的未来？可见他的见闻色也达到了预见未来的水准。综合来看，本贝克曼的战斗力，打残赏金30亿的海贼，2次喝退海军大将黄猿，能让四皇和七武海们感到畏惧，对霸气的修炼凌驾于海军大将之上，整体实力应该能达到四皇级别吧。曾经的海军大将青雉为何会被卡普一招秒杀？同样是海军大将，赤犬能与老年白胡子打得有来有回，吊儿郎当的黄猿也可以与香克斯过2招，然而青雉却被卡普一招海底坠落秒杀。是青雉的实力太弱，还是卡普的战斗力太强了？当年在顶上战争，青雉的表现确实有点拉垮，对路飞出手时被飞过来的马尔科一脚踹飞，与赏金5亿5千万的艾斯对战，2人的招式抵消不分胜负，靠着偷袭才将钻石乔兹冰封，勉强给自己挣回了一点面子。在元帅争夺战中，青雉的表现稍微猛了点，与赤犬大战10天10夜，只以微弱的劣势战败，不过被打断一条腿，实力相比赤犬确实有点差距。青雉断腿之后，战斗力好像有所提升，在冰火岛轻松秒杀多弗朗明哥，一个人对抗黑胡子海贼团，也能轻松秒杀圣胡安二郎等干部。不过与卡普战斗，青雉又被打回了原形，主动释放冰球攻击，也只是将卡普冻住了一瞬间，反过来却被卡普一巴掌按住脑袋，瞬间跌落地面之下。青雉好歹也会见闻色预见未来，当年对战白胡子也能将身体提前元素化，现在与卡普对战，见闻色没有一丁点作用，身体元素化也被封印。难道说卡普和香克斯一样，都拥有让敌人见闻色失效的见闻杀吗？作为能匹敌海贼王罗杰的男人，卡普能完全碾压大将青雉也很合理。当年在神之谷灭掉洛克斯海贼团，对手都是大海上的顶级强者，白胡子大妈和凯多当上了四皇，哪一个的战斗力不在库赞之上？来到顶上战争，能一脚踹飞青雉的马尔科，被卡普一拳头揍飞，联手战国对抗黑胡子海贼团，战争完结后几乎没受一丁点伤。闯入蜂巢岛后，卡普使用的每一种技能都是青雉不能匹敌的。首先是霸王色缠绕攻击，一拳头下去几乎毁掉了一座城镇。目前在所有的海军大将之中，只有战国确定拥有霸王色，青雉有没有霸王色都很难说，更别说只有最顶尖强者才具备的霸缠攻击。随后卡普使用了瞬间移动，以青雉无法反应的速度，一巴掌抓住他的脑袋。在此期间，卡普可能还用了见闻杀，让青雉无法使用见闻色预见未来。最后卡普用霸气限制青雉元素化，即便在青雉被卡普扔出去之后，身体周围还围绕着黑色闪电，或许说卡普已经掌握了霸气外放的能力，即便不用接触自然系能力者的身体，也能让对方不能使用果实能力元素化。单单从霸气运用的等级来看，青雉相比卡普差了一个档次，被一招碾压也不能怪青雉弱，是卡普的战斗力太强而已。单手秒杀黑胡子心腹的萨博，赤犬认为他已经达到了4皇级别。在3兄弟之中，萨博是天赋最差的一个人。艾斯的老爹是前海贼王罗杰，很小的时候便觉醒了霸王色。路飞的爷爷是海军英雄卡普，拥有不输给任何人的天赋。不过萨博的成长环境最好，加入革命军之后，不仅有龙亲自培养，还有暴君雄等一众强者帮助萨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17岁的时候，路飞和艾斯才刚刚出海，属于海贼中的菜鸟。萨博已经掌握了见闻色和武装色霸气，一个人能轻松攻破一座城。在德雷斯罗萨登场时，
萨博已经是参谋长，在革命军中战斗力只比龙弱，替代路飞在竞技场抢夺烧烧果实，几乎用碾压的方式获得胜利。后来一个人阻挡藤虎率领的海军，首先对战的是中将巴斯提尤，他手中的斩蛟也是一把名刀，砍建筑物如同切豆腐一样简单，遇到萨博的龙抓手却不堪一击，巴斯提尤也被萨博轻松秒杀。与藤虎1对1战斗，萨博表现的有点吃力，场面上依旧是5-5开，最后两人达成某种协议停手，可见藤虎也是认可了萨博的战斗力。在路飞不能使用霸气的10分钟，没有得到烧烧果实的巴沙斯准备对路飞下手抢走橡胶果实，好在被及时出现的萨博一脚踢飞。巴沙斯还想用艾斯的事情激怒萨博，结果被一招火焰龙王秒杀，小命差点丢了。世界会议期间，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潜入玛丽乔亚，代表革命军向天龙人宣战。为了夺回曾经的伙伴暴君熊，萨博一行人与大将藤虎和绿牛爆发战斗。具体的战斗场景没有公布，结果是萨博等人安全逃离了玛丽乔亚。事后海军犯罪搜查局长说，藤虎和绿牛没抓住萨博，是因为战场在天龙人驻地，2位大将没有办法施展全力，才导致萨博和3位军队长带着大熊逃走了。赤犬对这个说法非常不满意，他强调黑马是在给藤虎和绿牛找借口，既然让萨博等人逃走了，就说明他们的战斗力不如对方。世界会议之后，藤虎的脑袋缠着绷带出海，应该是对战萨博时留下的伤，可见赤犬的说法一点没错。这是否也表明萨博超越大将，拥有4皇级别了呢？从吴老星的对萨博的评价来看，也能反映出萨博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得知萨博隐藏在露露西亚王国后，5个老头子说他真不走运，这是命运的安排。可见他们觉得用天王来灭掉萨博，比让海军大将出马更加可靠一些。他叫乔拉克尔米霍克，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剑术，长着熊鹰一样的眼睛，拿着35亿9千万的赏金。得知香克斯在东海失去一条左臂，鹰眼放弃海军猎人的身份，加入海军成为一名七武海。当年在海上餐厅巴拉蒂现身，鹰眼划着一艘小船追杀克里克，见到出海的目标就在眼前，索隆没有丝毫犹豫站出来挑战。面对眼前的无名小卒，鹰眼完全没有当回事，拔出胸前的小刀，很装卑地说了一句：“很遗憾，没有比这还小的刀了。”索隆没有理会鹰眼的装卑行为，挥出自以为傲的招式鬼斩，却被对方用小刀轻松挡下。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招式被看穿，更加不敢相信自己与世界最强的差距如此之大。陷入绝望的索隆拼命攻击，直到胸口被小刀贯穿才停下来。鹰眼问他为何不赌力，索隆坚定地说：“与其败北，不如死掉。”这句话得到了鹰眼的认可。他询问索隆的名字，拿出代表世界最强的黑刀叶，在索隆胸口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顶上战争开打后，鹰眼一改往日的风格，主动站出来参与战斗。他想测试自己与最强男人的差距。一道蓝色斩击冲向白胡子，二番队长拍马赶到，以钻石身躯挡下世界最强斩击。鹰眼收起黑刀叶，他已经知道自己与白胡子之间的差距。见到路飞从天而降来到马林贩多，鹰眼决定不给红发面子，测试路飞能否在黑刀下存活。用见闻色锁定目标之后，挥出一刀蓝色斩击，将路飞砍吐血。此时盛平站了出来，他告诉鹰眼，宁可丢掉性命，也要保护路飞的安全。无奈盛平的实力与鹰眼不在一个档次，连一招都没能挡住。路飞很清楚打不过鹰眼，面对黑刀叶的攻击，他只有逃。穷途末路之际，路飞双手抓住巴基，直接扔了过去。鹰眼砍上1万刀，却没对巴基造成任何伤害，直接把鹰眼整蒙圈了。也难怪巴基能当上4皇。看到鹰眼依旧对路飞穷追不舍，马尔科让花剑比斯塔过去帮忙。此刻鹰眼也发现了，路飞拥有大海上最恐怖的力量，不是多么强大的战斗力，而是能让战场上的人一个个成为队友。在路飞冲向处刑台时，鹰眼再次发动攻击，蓝色斩击被达兹挡下，不过达兹还是太弱了，倒在了黑刀叶之下。好在老沙及时出现，一句老子现在心情不好，让鹰眼乖乖停手。世界会议过后，鹰眼七武海的身份被废除。面对海军的围剿，一向独来独往的鹰眼答应与老沙联手组建十字工会，却在无意间帮助巴基成为4皇。作为4皇的核心干部，鹰眼也算落得安静。有多少人忽略了剧情中的这个细节？尾田让香克斯的同胞兄弟登场，居然没有人看出来。作为海米最熟悉的陌生人，香克斯的身世一直是个谜团。我们只知道香克斯出生西海，具体来自哪个家族也是一点都不清楚。38年前，洛克斯集结一帮穷凶极恶的海贼，在神之谷攻打天龙人，当时海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卡普迫不得已与罗杰联手，才将洛克斯击溃。事后，罗杰在战场上发现一个藏宝箱，里面有一个1岁大的小宝宝，他就是小香克斯。罗杰将他带在身边，抚养香克斯慢慢长大。有不少海米认为，小香克斯在神之谷出现，他的父母或许是被洛克斯攻击的天龙人。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吴老星得知乌塔就是香克斯的女儿后，一度认为乌塔也是天龙人，属于费加兰家族的后代。随后派遣黄猿和藤虎2位海军大将去抓捕乌塔，从此也能推断香克斯与天龙人费加兰家族有很大关系。世界会议期间，香克斯来到圣地玛丽乔亚，找吴老星谈论某个海贼的事情，也让香克斯黑化的言论四起，说他与吴老星做了某种交易。吴老星特地腾出时间见他，还强调香克斯不应该参与到政治中来。随后在伊姆的花枝房间里，路飞和黑胡子的照片被剑砍碎，这很容易让人觉得香克斯与吴老星谈论的海贼
不是黑胡子就是路飞。其实这种推测一点也不合理。如果谈论的那个海贼是黑胡子，难道说香克斯找黑胡子的弱点，让吴老星出手去解决掉黑胡子吗？这显然不符合红发海贼团的战斗力。打黑胡子海贼团根本不用其他人帮忙。如果说谈论的海贼是路飞，香克斯是告诉吴老星不要动路飞吗？这也不合理。和之国篇开始后，福兹福暴露多年前香克斯从他手中抢走了橡胶果实。在路飞觉醒后，我们才知道橡胶果实是传说果实，另一个名字是幻兽种尼卡果实。因此也有海米说香克斯找吴老星谈论的海贼是福兹福，其实也不合理。吴老星也说了，尼卡果实不在图鉴上，香克斯也不知道橡胶果实是传说果实。在海贼王1083话中，伊姆的最终底牌神之骑士团登场，个个都是顶级强者，其中有一个人的剪影与香克斯很像，有不少人觉得香克斯就是神之骑士团成员。有没有一种可能，当初见吴老星的人就是这位神之骑士团的人？他与5个老头谈论的海贼正是自己的同胞兄弟香克斯。神之骑士团的任务是稳定天龙人的统治，吴老星才说他不应该参到政治中来。还有一个细节，见吴老星的香克斯只露出了右脸，并没有展示出左眼的3到8，是否可以说香克斯应该是天龙人费加兰家族的后代？面见吴老星的人就是他的同胞弟弟们。革命军核心战力成员的实力排名，萨博比自然系觉醒者的实力弱一些，第8到20名是5位副军队长。在海贼王漫画1082话中，革命军东南西北中5位副军队长登场，并没有战斗画面，也判断不出他们的战斗力强弱。其中伟大航路的副军队长闪电在海底监狱登场，是捡尖果实能力者，与麦哲伦的战斗没有公开。从闪电濒临死亡的状态来看，应该是被秒杀了。其他几位副军队长的战斗力也应该和闪电差不多有普通海军中将的水准。第6到第7名是贝蒂和林德伯格2位军队长。贝蒂和林德伯格在露露西亚王国登场，对战桃胡子时有过出手。从表现上看，2位队长都没用全力，像是战场的辅助者，谁强谁弱不好区分。第5名是伟大航路军队长伊万科夫，他在路飞闯入推进城时出场，与准大将级别的麦哲伦交战，几乎是完败。在顶上战争与赤犬也有过交手，双方的战斗力也不在一个级别，可见伊万科夫的实力应该达不到准大将级别。第4名是西军队长墨绿，他是一位巨人族，吃下了超人系推推果实，在100年前就是有名的大海贼，曾经被关入海底监狱。茉莉靠着推推果实制造了人妖乐园，偷偷越狱成功。世界会议期间，茉莉与大将绿牛爆发战斗，用3叉戟刺穿绿牛的手臂。如此来看，茉莉的战斗力不能说超越大将，至少是很接近大将的水平。第3名是萨博，作为革命军的2把手，这个排名可能有点低。在德雷斯罗萨，萨博吃下自然系烧烧果实后，一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海军中将巴斯提欧有不算弱者，结果被萨博一招龙抓手轻松秒杀。与海军大将藤虎战斗，萨博打得有点吃力，不过场面上也算五五开吧。最终双方达成某种协议后停手，可见藤虎也是认可了萨博强悍的战斗力。第2名是北军队长卡拉斯，外号乌鸦。卡拉斯刚出场时被认为是军队长中最强的一位，当时他的恶魔果实还未公布，从他能召唤和控制乌鸦来看，很可能吃了幻兽种3足鸦果实。在海贼王漫画1083话中，卡拉斯的果实公布是自然系美美果实，对战大将藤虎也占据上风，实力绝对不输大将。卡拉斯能将无生命的煤炭变成乌鸦后，拥有通信传递情报的能力，是否可以说已经将美美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呢？第1名是多拉格，作为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的实力一直是谜。在罗格镇的时候，多拉格展示过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具体吃了什么恶魔果实还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战斗力绝对在4皇级别。这个被一斧头砍倒的老头是所有海贼都忌惮的人，他叫蒙奇蒂卡普，打任何人都只用一拳的中将钉子户。38年前，洛克斯招募一群顶级强者，组建史上最强海贼团，他们在神之谷攻击天龙人，企图成为世界的霸主。当时的海军完全不是对手，卡普迫不得已与罗杰组成同盟，两人联手击溃洛克斯海贼团。从此卡普被世人称为海军英雄。此后的10几年里，罗杰海贼团慢慢成为大海的霸主。据说卡普与罗杰交手10余次，甚至一度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从卡普能为罗杰养儿子来看，他对抗罗杰海贼团时一定没使用全力。在与罗杰对战期间，卡普还趁机收拾了8宝水军的首领青椒，对方好歹是赏金5亿的大海贼，结果没扛住卡普的一拳，脑袋都被打扁了。抵达拉夫德鲁之后，罗杰成为第1位海贼王，随后主动向海军自首。金狮子对此非常愤怒，一个人闯入马林贩毒，干掉海军基地一半的守军。卡普与战国选择联手，经过3天3夜的鏖战，才将金狮子击败。在卡普的一生中，还有2场不为人知的战斗，主要是参与感太低。一场是观看钢骨空对战红伯爵，两人激战时，卡普连插手的机会都没有，最终两人体力耗尽打成平手。卡普靠着捡漏将红伯爵送入海底监狱。另一场还是与战国联手，两人带着10几艘军舰发动屠魔令，将巴雷特的体力耗尽之后，才将罗杰最强的手下关入推进城。顶上战争开打后，卡普陷入两难的境地，一边是给自己发工资的海军，另一边是自己好友罗杰的儿子和自己的大孙子路飞。在马尔科偷袭处刑台时，卡普还是出手了，一拳将小马哥从空中击落。从马尔科的脖梗缠着绷带来看，
卡普的那一拳是真的没有放水。路飞救下艾斯之后，白胡子下达船长命令，让所有人回到新世界。赤犬用侮辱白胡子的方式，将年轻气盛的艾斯留了下来。依靠岩浆果实比烧烧果实强的优势，用岩浆拳头贯穿艾斯的身体。见到艾斯伤命，愤怒的卡普要取下赤犬的脑袋，还好被战国一巴掌按住。如果让卡普把赤犬干掉，他不仅是海贼的噩梦，也会成为海军的噩梦。随后，卡普帮助战国对抗黑胡子海贼团，一拳头将巴沙斯从空中击落。顶上战争完结之后，卡普几乎没有受伤，可见黑胡子海贼团还不是卡普的对手。西五海制度废除后，黑胡子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被雷利阻止，以失败告终。黑胡子却趁势抓走了克比。为了救回大徒弟，卡普带着几个小喽啰进攻蜂巢岛，对抗黑胡子海贼团，将会是卡普展示真正实力的一场战斗。外国网友评选出最强的6位海军中将，第3、第4名居然都是卡普背后的女人。第6名是维尔哥，被明哥安排去海军做卧底。维尔哥靠着强大的实力一步步晋升为中将，对战同为中将的斯摩格。维尔哥靠着强大武装色霸气碾压获胜，与罗交战维尔哥显得有些轻敌，没能挡住手术果实的攻击丧命。第5名是吴蜀，也是赤犬最信赖的人，当年去九蛇岛召集汉库克去马林贩毒，吴蜀率领的海军被瞬间秒杀，他用匕首刺穿手掌，才勉强保留住意识，也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汉库克的赏金是16亿5900万，能秒杀吴蜀也是情理之中。来到顶上战争，吴蜀使用全力攻击路飞，气得卡普咬牙切齿。如果不是黄猿将路飞提到白胡子手中，吴蜀的脑袋可能会被卡普拿走。赤犬当上元帅之后，吴蜀晋升为海军基地的基地长，算得上赤犬的心腹。第4名是贺婆婆，绝对是卡普背后的女人。当年路飞在推进城闹时，战国说贺一直上下忙碌为卡普平事。作为海军的大参谋，贺中将的地位不输卡普和战国。他吃了超人系的习习果实，据说能净化敌人的心理，拥有准大将级别实力的明哥，每次见到贺都是撒腿就跑。第3名是陶兔，他与贺中将一样，对卡普的事情特别关心。路飞去和之国对战凯多和大妈2位四皇，陶兔比卡普本人还要紧张。陶兔是仅有的2位大将候补之一，战斗力可以说无限接近大将，只要海军3大将出现空缺，他就拥有替补上去的资格和实力。在赤犬眼里，陶兔的实力算不上大将级别，宁可开启世界征兵，也不愿意晋升他和茶屯为海军大将。第2名是茶屯，与陶兔一样都是大将候补。至于茶屯的实力，也应该和陶兔一样，只不过没有具体的战斗来证明。茶屯与卡普的关系特别好，赤犬不晋升他为大将，也是担心茶屯会信蒙奇吧。第1名当然是卡普，职位是中将，实力却不逊色任何一位大将。38年前，卡普联手罗杰击溃洛克斯海贼团，借此成为海军英雄。在顶上战争的时候，卡普一拳打飞马尔科，甚至还说要取下赤犬的脑袋。从战国按住他的脑袋也可以确定，卡普确实有打败赤犬的实力。目前卡普正在去蜂巢岛救克比，对手是拥有2个恶魔果实的四皇黑胡子。卡普能否安全回到海军基地，还是一个未知数。尾田公开革命军5位队长中最强的2人，一人单挑大将绿牛并打伤对方，另一人在藤虎的额头留下伤疤。革命军为何让吴老星感到畏惧？除了有龙和萨博2位顶级强者，还有东南西北中5位军队长，他们的战斗力强弱一直没有准确定论。伟大航路的队长是伊万科夫，他在路飞闯入海底监狱时登场，吃下超人系荷尔蒙果实，能利用激素提升实力和改变性别，还有不错的治疗能力。伊万科夫对战拥有准大将实力的麦哲伦，被毒毒果实击败后勉强保住小命。对战大将赤犬时，伊万科夫简直不堪一击，战斗力相比大将有不小的差距。东南西北4位队长在露露西亚王国登场，对战桃胡子的时候小秀了一波实力。贝蒂是东军队长，赏金4亿5700万，吃了超人系谷物果实能激发人体内的力量，更像是战场的辅助者，个人的战斗力应该不会太强。林德伯格是南军队长，赏金3亿1600万贝利，是毛皮族的一员，在革命军中的作用是搞武器研究，并不是核心战斗成员。在最新的漫画1083话中，尾田公开萨博在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的经过，他让南军队长林德伯格去救曾经的同伴大雄，自己前往天龙人的核心地带，毁掉代表天龙人权威的飞天龙之体。西军队长茉莉和北军队长乌鸦负责对抗大将藤虎和绿牛。茉莉的对手是大将绿牛，他用长叉刺中绿牛的身体，将对方打伤。茉莉是吃了推推果实的巨人族，虽然赏金只有2亿9300万贝利，却是100年前的大海贼，曾被关入海底监狱，靠着果实能力偷偷越狱。可见茉莉的赏金与战斗力完全不符，能打伤海军大将绿牛一点都不奇怪。北军队长乌鸦刚出场时，就有不少海迷认为他是队长中最强的一人。他吃下的恶魔果实能制造乌鸦，很可能是幻兽种3足鸦果实，甚至达到了觉醒的状态。在圣地玛丽乔亚时，萨博见到大雄被当作奴隶变得愤怒，乌鸦也能轻松将他控制住。乌鸦的对手是大将藤虎，两人的具体战斗经过并未公开。世界会议过后，藤虎乘船出海，可以看到他的额头已经缠上了绷带。不出意外的话，藤虎额头的伤就是在对战乌鸦的时候留下来的。乌鸦的赏金只有4亿贝利，却拥有打伤大将藤虎的实力，可见在之前的战斗中，他并没有展示真正的实力。
是否可以说革命军的整体实力应该在四皇海贼团之上呢？从来没展示过全力的英雄卡普，在漫画1080话中，用一招银河颧骨解开3个谜团。吴老星对他战斗力的评价果然没有错。第一个是卡普有没有霸王色。当年卡普的生命卡公开时，只表明有武装色和见闻色霸气，也让不少海迷开始怀疑卡普到底有没有这种1/100,000,000,000的天赋。和之国战争完结后，霸王色缠绕攻击已经成为顶级强者的标配，不管是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还是当前最强的四皇香克斯，都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卡普能将罗杰海贼团多次逼入绝境，也应该会霸王色缠绕攻击才对。在抵达蜂巢岛后，卡普用一招银河颧骨毁掉整座城镇，也确定了他拥有霸王色，而且霸王色缠绕的攻击力不逊色罗杰的神臂。第二个就是卡普能不能取下赤犬的脑袋。当年在马林饭多，赤犬用岩浆拳头贯穿艾斯的身体后，还想取下路飞的性命，卡普彻底愤怒，一边朝着赤犬走去，一边说要取下赤犬的脑袋。好在被元帅战国一巴掌按了下来，才让赤犬的脑袋不至于搬家。赤犬虽然是一位大将，对战老年的白胡子却没有劣势，实力也算四皇级别，因此有海米认为卡普能否打赢赤犬都难说，更别说杀掉对方了。从卡普能一拳摧毁城镇来看，当年要取下赤犬的脑袋一点也没有吹牛。赤犬还是得好好感谢战国，如果不是他出手，自己的命真保不住。第三个是马尔科挨了卡普一拳，脑袋为何会缠上绷带？顶上战争刚刚开打，黄猿使用大招8尺琼勾玉攻击白胡子，马尔科立马站了出来，将身体变成蓝色火焰抵挡，却没有受伤。后来因为担心白胡子的安危，身体被黄猿用激光射穿。不过在战争完结之后，马尔科胸口的伤已经痊愈了。可是，在偷袭处刑台救艾斯的时候，马尔科被卡普一拳从空中打下来，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拳，却让马尔科的脑袋缠上了厚厚的绷带。现在才知道具体的原因，卡普一拳的伤害比黄猿的大招更强。顶上战争完结之后，路飞在盛平和雷利的陪同下重回马林饭多，敲响16下钟声祭奠艾斯，以及将草帽团延迟集合的信息传递给伙伴。吴老星得知此事后，第一句话就是：作为卡普的孙子，能做出这种事也很合理。可见在5个老头的心目中，卡普的战斗力支持他做任何出格的事情。海贼王漫画第1082话解开3个谜团，巴基是否在隐藏实力有了最终答案。吞吞果实的上级果实出现在革命军中。第一个是巴基隐藏实力的说法纯属扯淡。当年香克斯登上莫比迪克号，让白胡子召回艾斯放弃追杀黑胡子，白胡子却主动询问巴基的情况。在香波地群岛，草帽团与雷利见面，雷利也询问了巴基的情况。能让世界最强男人和冥王雷利如此关注，巴基绝对不是泛泛之辈。来到马林饭多救艾斯，巴基当着10万海军的面开直播，对救下艾斯功劳很大。赤犬干掉艾斯之后，又开始全力追杀路飞。当所有人都在对战赤犬时，巴基大神又站了出来，他飞在空中接住盛平和艾斯，躲过赤犬的岩浆拳头，又轻轻扭了一下头，躲过了大将黄猿的镭射光线，最终将路飞送到罗的船上。战争结束之后，巴基被世界政府邀请当七武海，也让海米觉得巴基的表现有隐藏实力的嫌疑。在海贼王漫画1082话中，巴基回忆起与香克斯的往事，他认为香克斯太优秀，有能力当罗杰的接班人，所以他放弃争夺 One Piece。从此也能确定一点，巴基没有隐藏实力，顶上战争的神奇表现只是运气。第二个是吞吞果实的上级果实登场，萨博躲过伊姆的追杀，成功回到革命军的基地卡马巴卡王国。革命军北军的副队长也登场了，他叫吉隆，是一位能力者，果实名称没有公布，只要是被他吃掉的东西，都可以变成身体的一部分用来使用。如果让他吃掉远古兵器冥王，是不是就能轻松摧毁一座岛屿了呢？可惜的是吉隆没有那么大的肚子。吉隆的果实比瓦尔波的吞吞果实更强一些，说他是吞吞果实的上级果实也很合理。第三个是革命军与四皇谁的势力更庞大。在海贼王1082话中，东南西北4位副军队长登场，革命军的战斗力全部公开。多拉格是革命军的首领，战斗力绝对不会逊色任何一位四皇。萨博作为参谋长，实力有大将级，也不会弱于任何一位皇父。5位军队长相比百兽海贼团的凌空六子，实力也基本差不多。5位副军队长的实力还未展现，战斗力最多算四皇团的普通干部。从核心战斗成员来看的话，革命军的整体实力与四皇团差不多，但革命军最可怕的地方是拥有军队，战斗成员还在不断增加。随着被颠覆的国家越来越多，革命军拥有的实力确实能威胁到天龙人的统治。盘点能匹敌卡普银河颧骨的8个招式，索隆能挡住其中的2个，路飞自己拥有2个。第一个是神臂，罗杰在对战玉田的时候用过，轻轻松松将玉田打飞。香克斯也会使用神臂，从场面上看，比当年罗杰打玉田更加震撼，直接秒杀了基德和基拉2位超新星，附带攻击将基德的海贼船一并摧毁。第二个是王者之拳，据说摧毁一座城池，即便强如四皇也抵挡不住。王者之拳出现过2次，一次被巴托用屏障挡下，看不出它的威力有多大，另一次将巨大的皮卡石像打得粉碎，确实达到了毁灭城镇的威力。第三个是大妈的微果，用拿破仑形成巨大的剑气冲击波，破坏范围非常大。在凯多府邸，大妈使用过微果，将城堡直接轰出一个巨洞。第四个是凯多和大妈的联合技能霸海，
能将方圆几公里的事物完全摧毁。两位四皇对霸海的破坏力非常自信，觉得能一招秒杀5位超新星，不过还是被索隆挡了下来。作为代价，索隆身上30多处骨头断裂。第5个是热吸，凯多张开嘴巴吐出一股火焰，攻击距离能达几公里，也是凯多最常使用的招式之一。第一次使用热吸时，几乎摧毁了一座山头。随着凯多使用次数的增加，热吸的破坏力逐渐减弱。雷藏能将热吸吸收反弹，索隆的火焰刀也能将热吸化为乌有。路飞用身体硬扛热吸，却没受一丁点伤。第6个是凯多的终极大招升龙火焰八卦，先将自己变成一条火焰巨龙，然后将龙头缠绕霸王色霸气，用强大的冲击力去攻击对手，拥有毁灭一座岛屿的破坏力。第7个是路飞的大元王枪，在德雷斯罗萨对战明哥的时候用过。相比霸王色缠绕的招式，大元王枪显得有点弱，不过在击败明哥的时候，附带攻击将整个地面摧毁，对建筑物的破坏力一点不输卡普的银河拳鼓。第8个是路飞觉醒武当后的大招橡胶原神枪，巨大的拳头附着上霸王色霸气，看起来比一座鬼岛还要大，别说能摧毁一座城镇了，破坏力甚至不输远古兵器，毁灭一座岛屿都可以。白胡子作为世界最强男人，说他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顶上战争开打的时候，白胡子引发的巨大海啸差点吞没整个马林范多。艾斯被赤犬干掉后，白胡子引发的地震也拥有毁灭岛屿的破坏力。不过老爹是一位平力达人，毁天灭地的招式居然连个名字都没有。海贼王即将进入最终篇章，依旧有5个恶魔果实未公开名字。第一个当然是革命军首领多拉格的恶魔果实。当年他在罗格镇登场，天空乌云密布，下起暴雨，还伴随着电闪雷鸣。就在路飞被巴基处刑时，多拉格操控闪电命中巴基，也救了路飞一命。在帮助路飞逃跑时，多拉格制造出超强的狂风，岩石都无法抵御。不难得出多拉格所吃的恶魔果实拥有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有细心的海米发现，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防风眼镜，因此推断出多拉格很可能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从凯多能制造狂风雷电来看，多拉格也可能吃了特别的幻兽种果实。第2个波尼的恶魔果实，他在香波地群岛登场时，能将自己变成小女孩，也能将海军变成老头和小孩，并且让他们拥有对应年龄的身体技能。不难确定波尼吃了超人系果实，具体能力就是改变人的年龄，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大。遇到霸气强大的敌人，等同没吃恶魔果实，也难怪黑胡子嫌弃波尼的战斗力弱，只愿意让他做自己的压寨夫人。第3个是怪僧乌尔基的果实，能将自身受到的伤害转化为力量和体积，受到的伤害越大，身体巨大化和力量的增加也就会越大。从乌尔基被黄猿重伤来看，吸收伤害应该有上限，达到一定限度也会丧命。对战和平主义者时，乌尔基嘴里念叨着因果报应，难道说他吃了因果果实？这颗果实对他的实力提升很大，拿1亿多的赏金击败过赏金6亿的第4将星。第4个是革命军北军副队长吉隆的果实，他出场时嘴里在吃着望远镜，具体能力目前还不好判断，应该也属于超人系的一种。从吉隆强悍的外形来看，他的果实应该不简单。瓦尔波所吃的吞果实与吉隆的能力差不多，不过瓦尔波能吞的东西大，制造出来的事物也多，很有可能是吉隆所吃果实的上级果实。第5个是拉斐特的恶魔果实，作为难美的最终对手，拉斐特从出场开始就表现得特别神秘。一个人闯入海军基地玛丽乔亚，还敢当着战国和七武海的面出来说话。陪同黑胡子闯入推进城时，拉斐特身后长出一双翅膀，能在空中飞行，还有催眠能力，让敌人按照自己的命令做事情。暂不确定催眠能力来自恶魔果实，不出意外，拉斐特也是吃了某种动物系恶魔果实，应该还有其他特殊的能力。在吴老星的心目中，马尔科真的达到4皇水平了吗？小时候的马尔科非常幸运，不仅吃下了稀有的幻兽种不死鸟果实，还有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陪伴着自己提升实力。曾经与雷利有过交战，被一指禅教做人后，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顶上战争的前半段，马尔科没有固定的对手，更像是在打游击。见到黄猿攻击白胡子，他飞过去挡住8尺琼勾玉，紧接着一脚踹飞大将黄猿，两人没有后续战斗，谁更强也不好说。见到青雉用冰刀攻击路飞，马尔科又飞了过去，一脚踹飞大将青雉。不过在偷袭处刑台的时候，马尔科结结实实挨了卡普一拳。从小马哥无奈的眼神能看出，他与卡普的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见到艾斯丧命之后，马尔科联手比斯塔攻击赤犬，却忘记使用霸气，不仅没有对赤犬造成任何伤害，反而被嘲讽不会使用武装色霸气。随后马尔科带领白胡子海贼团众多队长护送路飞顺利逃离马林范多，也没能挡住赤犬继续追杀路飞。他的实力相比4皇级别的赤犬有很大差距。顶上战争之后，吴老星分析世界局势，一度认为马尔科拥有顶替白胡子的实力。不过在与黑胡子海贼团决战时，马尔科一方惨败，也没展现出4皇级别的实力。连马尔科自己也说了，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是他们无法企及的对手。来到和之国帮路飞对抗百兽海贼团，马尔科一脚踹飞 Big Mom 的海贼船，随后与4皇大妈单挑，用蓝色火焰轻松打伤霍米兹。即便大妈抓住马尔科的脖颈，也表示出不能在此刻杀掉他。来到凯多的城堡，马尔科帮助索隆登上屋顶，紧接着单挑2位大看板，
岩灾镜和异灾奎因都是赏金超10亿倍利的强者，战斗中也没有体现出优势。镜虽然砍掉了马尔科的一只翅膀，却没能对马尔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最后马尔科体力耗尽，硬生生拖到海贼王的双翼索隆和山治登场。马尔科的赏金虽然没有岩灾镜高，但实力方面显然要高出对方一筹。路飞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后，香克斯也带着海贼团来到和之国近海，他再次邀请马尔科加入自己，这也是香克斯第2次邀请对方当伙伴。虽然马尔科还是拒绝了，也能看得出来香克斯是多么认可他的战斗力。